比特币暴跌过后，现货合约仓位该如何处理？如果你对这些问题感兴趣，请随我看下去。我们可以看到呢，我们目前依然持有着这2张多单，那坚不坚定呢？该不该继续持有？今天我们要重点讨论这个话题。你可以看到我们呢入场价格一样是在$44,900，而且呢我们合约的仓位、价值等等的完全没有受到改变，我们没有平仓任何一点点。那么以太坊呢，我们从$2000就开始做多了。最高到达$4000，不过现在呢，利润有相当大幅度的回落。你可以看到我们之前呢，利润大概总和有超过了1000万台币左右。那现在呢，经过了回落，时间过后呢，我们现在总和的利润呢，已经不到$800万了。不过，如果你对这些利润感兴趣的话，非常欢迎你点击影片下方的 Bybit 链接。现在只要 KYC 入金$100，就送你$30的现金哦，就是可以直接提币的，这也是非常优惠了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的盘面。那首先呢，从周线上看啊，现在基本上呢，我们这根周线的下跌啊，就可以兑现我们前面所说的风险了。你可以看到我们之前呢，在这2根 K 线的时候呢，我们就有谈到，其实是有出现风险的。我们的量能呢增大了，但是我们的价格呢却没有有效的推进。那这就是风险的展现了。那其实你可以看到我们这根 K 线，它一样量能也非常大。那当然了，你说量能大、量能小，你的基准在哪？基准就是跟前面的 K 线比较。如果说跟前面的 K 线比较呢，它是明显比较大的，那它就是量能比较大的。其实我们这周收的周线呢，它在过往的1年里面啊，它也可以算得上是基本上前5、前6大的 K 线啊，量能，所以其实是很大的。我们连续这3周的量能呢都非常的大。好，那其实我们看到这根 K 线啊，这根 K 线它收的是比较长的上影线，那下影线的部分呢是比较短的，那是收着一根阴线，这当然不是一个好的情况。不过我认为呢，我们周线级别的回调它不会就此展开，因为如果说要有周线级别的回调的话，它在上方是需要有一个派发区的，因为庄家的货呢比我们大得多，它是没办法说走就走，它需要一个区间。那这个区间没有出现，所以我认为这个回调呢，它至多啊只能算得上是日线的回调，除非我们又在这里震荡更久，那才有可能形成周线回调的条件。那目前是不具备周线回调的条件的。好，也就是说呢，那了不起就是跟我们前面这种日线级别的回调一样，像当时这里是20%，这里是20%，然后这里是20%，大概就是这种级别的回调至多。那当然有可能是少于啊。那我们从日线来看呢，我相信这就更明确了。从日线来看，我们可以很轻易的呢辨别出来它其实就是一个回调。因为其实各位朋友们，我们从38,600以来呢，我们已经上涨了100%了，大约100%，大约我们可以测量一下，从38,600你买入比特币呢，你到我们前一阵子的最高点是91%，将近翻倍了。对，没错，就在这么短时间内就翻倍了，这就是比特币迷人的地方。那其实我们现在的回调呢，只是针对这段上涨的回调而已，所以其实我认为是健康的。那你可以看到呢，我们目前的回调的深吗？也不深啊，只是它价格波动是比较大，没错，但是回调的幅度也不深，因为我们其实也回调到了236而已。236呢，它绝对是非常强势的回调，而且通常呢，这种强势的回调过后呢，它往后都还会创造出涨幅的，也就是我们后面呢，这个73000、74000的前高是会被破的，而且还会有一段的涨幅。那其实要有涨幅的话，随便也可以到个8万多。其实我们现在到236，我们能不能撑得住？这个我们要再观察一下啊。不过我认为呢，我们的底线大概是382左右，因为其实我们可以观察，我们现在呢这一波回调，它只是我们上涨的第一次回调而已，对吧？没问题，我们从38,600以来上涨的第一次回调，那这种回调呢是不可以太深的，如果太深的话，那对于上涨就会造成非常大的风险了，而且。其实到到这个382呢，还有一个关键就是我们在前期这个位置它所创出来的低点，这个低点我认为是不能被破的。那这个低点的价格呢，大概是59000，所以我认为59000是不可以被破的。而且59000这个位置呢，它的止损位呢一样有效，这个地方是可以把它设置成止损位的。好，那我们再把级别呢再切小一丁点我们会看到现在呢，基本上我们会画出3条重要的互换位，那我认为这在做交易上是很重要的。第一个当然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59000左右，59000左右，这里一旦被跌破的话，我们的风险呢会急剧的上升，也就是这个回调的级别呢就大了，
它有可能就是真的是一个周线啊。当然我不这么认为了，因为如果说呢，它要有一个周线的回调啊，它在刚开始的时候不会下跌的这么缓，它会下跌的非常非常的急啊，这样它才能杀掉最多人啊，它就不让你有任何逃跑的机会。但可以观察一下我们现在这波回落的轨迹啊，它是怎么走的？对，跌是跌，它是怎么跌的？它的跌法是跌了之后呢，然后又涨回来，然后跌了之后又涨回来，跌。那其实这种轨迹呢，如果你拿着空单，一定也不舒服。即使你做对了，它很快回到你的成本价，哇，不舒服。所以我认为呢，我们在多头的市场当中呢，就不应该去做空头的操作，我们就只做多就好。但其实我们在回答最现实的问题，我们现货合约该怎么操作呢？我相信这也是大家最关心的。那其实现货的话呢，如果你的点位是比较好的，然后你也比较有耐心，其实你完全可以不用动，甚至即使现在呢直接跌到4万了，现货都是可以不用动的。对，没错，因为这跌到4万也绝对不影响我们未来要继续走牛市的结构，绝对不影响了。我们未来的2年呢，它就是妥妥的牛市，这是没问题的。只不过会有在时间上、在价格上会有一些小小的出入，不过基本上呢，这个牛市的结构是不会被改动的啊，这个循环已经形成了，它没有办法那么容易被破坏。那你可能会说可以高抛低吸啊等等的，这其实用现货高抛低吸呢，你心态上啊，然后技术上啊、判断上啊、时间上啊，都有可能产生问题。其实现货最好的方式就是拿着不动，这就是最好的方式了。动来动去，很多时候呢，反而会把利润降低了，反而会最终啊变成是高买低卖，很有可能是这个样子的啊。除非当然你对自己的技术非常有信心啊。那合约的话呢，其实合约的话操作的空间就大了，因为你可以看到呢，如果你是从现在这个4小时级别的盘面啊，它回落的幅度有到12%、11、12%左右，那这什么意思呢？基本上啊，10倍以上杠杆的人呢，全部被清掉了啊，市场经历了一波清杠杆，所以你可以观察到呢，我们现在啊，资金费率的部分啊，它明显的是回落了。那我一直在缴的资金费率呢，也会变得没有那么痛了。你可以发现啊，它回落的幅度非常明显啊。不过我相信啊，要在这个趋势要再明确一点啊，我们可能要回落到1/1000基础费率的话，那它才能有一波很明确的上涨。因为其实我们之前有谈过，当资金费率高的时候，尤其当我们在这些价位的时候呢，那比特币它真的就不会暴涨，可以缓涨，但是不会暴涨。那我们希望的是什么？我们希望的就是它暴涨啊。那我们还不如等待一个好的价位。所以如果合约的话，如果你的价格够低，那当然你可以继续拿，这个没问题哦。那如果你是没有任何仓位的话，说不定接下来会有个不错的开仓点位，因为之前的话其实真的是没有适合的价格的，没有适合的点位的。那现在呢回调了，那其实机会也就来了。如果说接下来有一个好的甜的价位的话，当然呢可能还不是现在，我们还需要点时间观察。那又是一个可以进多单的好机会。尤其呢，我认为如果说接下来回落到，比如说现在这里就慢慢企稳止跌了。比如说，大概就是现在65500的地方，慢慢震荡企稳止跌那其实我们的机会就来了，对不对？加仓的机会，或者说你还没有做多可以做多的机会，那止损就是在59000，其实就行了。那如果说又回到59000的话，那我们就还需要更久一点的时间了。往上的话，我们可以看到大概在7万左右吧，7万左右这里是有明显的互换的。那其实整体来说呢，这个跌的呢也不是很顺畅，为什么呢？你可以发现抄底的势力啊非常的强大。如果你去看到台币对上 USDT 的兑换这个价格呢，你可以发现急剧的飙升，它就是因为有很多人急着入金啊，所以产生这种严重的溢价。那这个也都是我们要去注意市场上的消息啊。现在市场上绝对有人进场抄底的，绝对有，不然它跌的不会这么不顺。那这个也是我们应该注意的。好，那我们再来看一下以太坊吧。以太坊的话，它回落的幅度呢比比特币大，而且以太坊呢现在还是比较弱势的。那我认为，如果只考虑做多的话，以太坊它绝对不是好的选择。要加仓现货的话，比特币也比以太坊适合。尤其如果你们有看到我们在昨天有说了以太坊 ETF 的消息，其实以太坊 ETF 呢，它通过的几率在最近是有下降的，那这肯定我们要列入考量了。如果说接下来发生什么风险的话，以太坊绝对会首当其冲。那比特币的话，其实在这段上涨以来都走得非常的强势。
那其实这个时候就是我们该势利一点的时候了，对不对？我们应该要多多的去看比特币。那当然了，如果你有少量的以太坊继续拿着，当然也没有不行。不过属于以太坊的时代呢，还没有真正的到来，我们还应该稍微耐心等待一下。好，非常感谢各位，非常欢迎大家可以帮我的影片点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。最近我们频道开通了会员功能，很欢迎大家可以加入。如果你加入比较初阶的呢，你可以有图文观点，还会送你科比托还有Bybit联名的上衣。那每年呢至少举办一次实体的聚餐。如果说价格稍微高一点的，你会有会员专属的影片、会员专属的直播，还有Bybit的周边套组。那每半年呢会举办一次高级的，就是肯定是要稍微贵一点的咯的实体聚会。那你来就好，然后我出钱。对，非常欢迎大家可以加入。好，拜拜。